的手指引导同时加后面的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就是我们推掌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会内传，这个会外传，这个往这边转，这个往这边转。这个往这边啊？你先这样是吗？然后这样子就好了。这个不要动就好了。这个不要动。对啊，这样子。这里不要动。这样就好了。没有那么复杂。我以为要同时这边的背要往下掉，然后它这个是要啊，这个肩胛骨是要沉啊。是要沉没有？但是你不是说那么强烈的这个往外，这个往内啊。它维持到不要，因为你维持到不动，它就有一个反方向的力量嘛。你不是刻意要去做，不是刻意做的。对，那我练错了，也没错了，就是你练的比较难了。对啊，因为你那个是要同时控制两个嘛，你要主动的同时控制两个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大道至简了，当然是用简单。你这个做习惯，你这个会做的话，当然这个你就会。对，这个是吧？可是要开啊，你的关节要开，不要推，是开。你有比较松，可是没有还没有开。那我可以多练练。你再练练看，因为这个是要，你看，它有一个这个，有，它有一个这个，有没有？有。它不是光在这边的，它不是光在这里，它是整个圈都打开了。对，你看，它是这个，有没有？有，它是这个。好。就要再试试看。对啊，我手头练，反而又跑去练肩膀。对啊。好。对啊。应该左手会好一点吧？我不知道是太胖，卡住，就卡住了。想问一下，像是手指拉到可以用像上礼拜教的那个甩的方式，或是旋腕的方式去稍微拉开或是缓和吗？因为刚好礼拜四晚上排演的时候，就是有点太大意了，因为那天体力状况没那么好，然后也能注意，就无名指就拉高。现在会痛。现在就是我去拉东西的时候，会这边有一条，就是会大概到这边都会有点痛。无名指会比较难一点。这样应该是算是一条筋吗？对，你有带那个太极棒吗？今天刚好记得。没关系，我拿一个。我是第一次很明显的感觉到一条筋。对。好，你是这个手嘛？是不是？好，用稍微粗一点的，你都握着，可是以它为主，哈，从这个地方，从这个地方，以它为主。好，你在这个上面缠绕，在这上面延伸它手伸直，手伸直。好，来，好。有牵引到它吗？有一些。可能因为我指到哪里？现在到这边一些。你的肘再松，手腕也松掉，好，再来，
再来稍微细一点好了，再来，好，走，圈，对，圈，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指尖再往里走。对，好，回来，慢慢回来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松，慢慢松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去。好，慢慢松。好，现在有轻松点吗？有轻松点，你就用这种的，用这种的来缓慢的延展它，你用缓慢的延展，这样不懂？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找那种就是固体的，像是单杠之类的，慢慢还是那个单杠那个它没有动嘛，所以你自己要往里面卷，你自己要往里卷，哎，看不懂？这样子慢慢做，不要重，哎。谢谢老师。为什么刚刚跟老师那样慢慢做，虽然也会有那种酸痛感，但就不会有像我就是去攀岩的时候那种很剧烈的疼痛。对啊，你那个就已经有撕裂了嘛。对啊，你那个就撕裂了。那撕裂了，你是礼拜4嘛？对，礼拜4。那2天嘛，一两天，所以它在恢复中，你要用缓慢的这样子的延伸，哎，不要太重，又加强了那个撕裂，谢老师。哎，练习不要用猛力，你还没有那么强，所谓猛力就是从松一直到拔，用这样的力量，不要用突然的爆发力做，哎，你没有那么强，尤其在腰啊、背啊用那种状态用爆发力啊，很容易就伤到，哎。其实对，那天是。对啊，好像很多人伤到买菜或者旅行，那个箱子很重嘛，箱子在那放着，重的箱子，他也不准备，从那边就啪一拉，就这样子啪一拉就伤腰了嘛。你要慢慢的延伸到那个力量，你再拉。对，那天他就是让我就一开始的攀登点就是，有点疏忽了，就我觉得那个平常那种很吃指力的，其实我会很注意，就我可能碰到我觉得我手指应该撑不住，我就不会爬。但它就是一个开始爬的点，然后我想说应该还好，但其实它就是只有3根手指。你就一冲就。它也没有冲，它是一个就是3根手指头扣住，然后左脚踩跟下去，然后右脚起来去勾住，你才可以稳住一开始的地方。然后就是想说这个还好，然后就那个一开始一勾起来。勾了几次的时候，没注意做名字就拉到。对啊。那看起来没有很难，但因为它那个指点就大概一个指节的一个施力点吧。对，力量没到就不要做，所以以前教
撑这些筋对，那我去爬山，也走路撑这个筋，问题是爬了什么5个小时，现在膝盖疼。爬几小时？5小时。就意思说一下觉得往前冲，结果是啊，伤到膝盖。对啊，不能那么快，不行啊。有些人爬山上山容易下山难嘛。下山难，还有就是说你的体力在上山的时候已经花很多了，所以很多人下山的时候啊，下山累了，腿酸了嘛，腿没力了，就想我下快一点吧，就加快脚步往下面冲，知道吗？你加快脚步往下冲，你的重心一下把持不到，第一个是摔倒，第二个就是你的膝盖角度不对，它就伤到膝盖了。越是下山越要慢。我还买了新的鞋子，新的鞋子现在都是很厚。对啊，它那个泡沫很软。对，我的脚那个穿那个去爬山你找死嘛！跟你讲过，那种鞋是在这种地穿还可以。对啊，它底下就那么厚又那么软，那你踩在不平的地上面，它一直在晃啊。可能那个位置就一直。对啊，因为你的脚一直要调整啊。很累啊。本来就很累嘛，那种。设计是为了好走，结果。可是爬山不是，爬山都是用硬底啊，爬山没有用软底的。对啊，爬山鞋都是硬底啊。而且我之前听登山队有些爬很久的说，他们后来其实登山比较喜欢穿就是一般那种雨鞋，他们也不去穿那种就穿那种橡胶雨鞋，他们觉得最万用。对呀，对呀。草鞋，草鞋是在越崎岖越不平的地方越好用，越是有点湿的地方，它的阻力越大。草鞋你在这种地穿就很容易滑倒，我发现那边尤其是下山的时候，我如果踩脚，我是用千脚掌，就比较不会滑。我不是说过下山要侧着走吗？你这样走啊？就看状况。下坡一定要侧着脚走，一定要侧着脚走，你不可以这样走。听不懂？跟你们滑雪一样嘛。滑雪你要停下来要阻力大，你是不是要横过来？它啪这样就停下来了嘛，它的阻力大啊，所以你不会摔啊。你这样子它小啊，你这样子一下就摔倒啊。我讲过的都没听。有的是要讲自己的经验。对。会受伤。对，所以拔开的部分，我现在尽量让你们用沉坠的，沉坠，然后加一点点那个拧转的，因为都用那种拧转的方式啊，因为你们现在都是有工作在做的嘛，是不是有上班嘛？或者做不管做家事还是什么，都不是可以闲下来的所以受个伤对生活来讲就造成蛮大的麻烦的。对，现在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人有足够的休息时间，现在的人没有，所以不可以那样练的。有些人可以，可是这么多人，每一个人的筋骨状况都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们会来做一个稍微做一下侧面的比较没有那么强，
侧面的没有那么强。那你们自己要去做，你们自己做去做调节，好。